昨天下午有一位53岁女士来找我，她说她有对象，问我还来得及吗？我当时有点懵的啊。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打扮得很精致，但岁月在脸上依稀可见。她说自己53周岁，名校硕士，企业高管，车房都有，存款也有7位数。听完呢，我就问她孩子多大了。她说这一辈子没结婚也没生孩子。那一瞬间我真的很震惊啊！我做这个行业很久了，遇到这个年龄段不婚不育的确实不多。她又跟我说了她以前的一些事情，经过她本人的允许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20多岁呢，她谈了第一个男朋友，两人同学啊，谈了2年多的感情。男方每个月赚的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给了女方。那时候交通不太方便啊，两人经常坐大巴车来回看。现在想想，那个男朋友是她觉得是最好的那一位。但女方的妈妈不同意啊，觉得男方家里条件差啊，兄弟多，工作也不好，说什么也不愿意。女方呢也觉得自己家里条件太差了，就特别想找一个条件好的，因为不想再过这种苦日子了，就听了家里人的意见提了分手。男方自尊心很强，一气之下就断了联系啊，去了南方发展。后来呢，女方毕业分配啊，就当了学校老师。那个时候老师这个职业就特别的吃香，很多媒人都抢着给他介绍对象，当官的有钱的，家里条件好的太多了，他就有一些眼花缭乱，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家里就劝他呀，物质条件好啊，那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又谈了2个有钱的，但都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了。他的性格就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一方啊，一遇到问题呢就会争论个是非对错，从来都不肯低头。男方觉得受不了就分开了。虽然谈了几段分手了，但他的条件依然还是很好的，人也聪明啊，考上大学，读了本科，读研究生，一时啊风光无限。那个时候很多男孩子都追他。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子啊，当你被条件很好的人追过之后啊，你就会自认为自己是配得上条件更好的了，他就开始挑挑拣拣，看谁的条件更好啊，谁的性格更合适，谁长得更帅等等，最后啊是没一个看上的，年龄呢也跟着拖大了。那个年代你30还不结婚呢，是会被笑话的。他有段时间特别焦虑啊，觉得找个条件不错的就嫁了吧，可自己又很不甘心啊，随便找一个，但是又纠结自己年龄大了生孩子怎么办呢？当年就有一个小伙子刚30岁啊，人很好，自己呢也比较吃苦，就开公司，有车有房子，条件也很好，就是个子啊长得矮了点。他就特别纠结啊，哎呀，想着条件好啊，矮就矮吧。2个人本来就是要结婚了，结果男方父母出了意外，母亲离世，父亲瘫痪在床，常年都需要人去照顾的。他就考虑到自己以后的生活质量，提出了分手。男方呢也留过几次，但是没有留住，就没有再找他了。后来呢，他又谈了几个，有的是男方原因，有的是他自己的原因。一晃呢，35岁了还是没有结婚，家里父母就催得很厉害啊，也不要求什么条件好的了，只要是人啊，这个合适，有个稳定工作就行了，离婚的也行，别挑了。但这姑娘却觉得呀，自己已经挑到现在了，想让他找个条件差的，这心里特别的不甘心。虽然要求没有之前那么高了，但还是要求男方必须有房，工作是公务员，铁饭碗，或者是做生意的老板，父母得有退休等等。结果媒人呢越来越少，都没有人愿意给他介绍了。难得有几个条件差不多的，他能看上的，人家都觉得他年龄太大。后面呀，他干脆直接摆烂，想着找个低质量的结婚啊，那不如不结了，就加入了不婚主义。那个时候谁劝都不好用啊，他就是不想结婚。不是自己不想，而是确实不愿意去将就。他也想找个条件不错的，也喜欢他的，愿意包容他的人去结婚，可是找不到啊。后来呢，家里人也跟着放弃了。既然已经这样了，那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在他48岁那年，他的母亲生病，坚持了2年之后走了。去年呢，他的父亲因为脑溢血走了。父母的遗产，他们兄妹是4个啊。分完之后呢，这没了父母，大家走动就更少了。这每天下班回到家呀，看到家里空荡荡的房子，以前还能给父母打个电话说说话，现在也没有人说了，从来都没有的那种很强烈的孤独感。他现在每天都在坚持的锻炼身体，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一直健康。他特别害怕呀，哪天去了医院都没有人管他，他也害怕自己有一天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死了连个披麻戴孝的人都没有。好在呢，现在收入还可以，攒了很多钱，他也不敢花太多，这有钱啊都能安心一些。他在网上加入了一个一辈子都没有结婚的小团体，大家互相精神鼓励，互相说着无儿无女，要是死了他们会互相送终。他说他现在特别的后悔，如果时间能够回到30年前，他一定会在他最好的年华里找个人品最好的人结婚。你到老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金钱物质不是最重要的，而这个人可以陪你厮守50年，不论柴米油盐酱醋茶，也不论酸甜苦辣，不论生老病死，都能够很泰然的和你相互扶持。Hello， 宝子们啊，今天给你们讲个悲伤的故事。
哎呀，谈恋爱这事儿啊，他一般都不太让人省心的。有一对男女啊，两人大学同学，也是大学临近毕业谈的恋爱。这姑娘父母啊家里条件比较好，在事业单位工作，男方父母是农村家庭啊，这个爹妈都是在城里务工的。这姑娘一开始就有点看不上男方家庭嘛，毕竟相对于她来说啊，反正比较差的。感情当中啊，这条件比较好的一方啊，这脾气就容易大一点。平常呢，这姑娘就比较作闹。好在这男友的脾气比较能忍啊，一直就让着她。毕业之后啊，男方去了社会上工作，这女方就继续读书啊，考上了研究生。当然，大家千别猜啊，上岸第一箭啊，先斩意中人。这事儿啊不这么发展的。刚工作那2年啊，哎呀，这个创业嘛，压力也比较大，男方吃了不少苦啊，这一直都失败。两人呢，这不谈了有3年的时候，男友就提出来想带着姑娘回家让父母见见啊，但是被这个姑娘给拒绝了。理由是啊，这个姑娘的父母啊，觉得男方的家里条件太差了。你看，没有车房，而且学历啊也不如这女方高啊，也不门当户对啊。但这个姑娘呢，当时也没有提出分手，让男友啊就想办法要多挣钱嘛啊，买了房之后再见父母。这研究生毕业之后，女方就去了事业单位工作。这个姑娘就进了社会之后啊，她就心态就发生变化了，因为接触一些圈子啊，就越发觉得不太甘心啊。尤其是自己周边的这个女同事啊，嫁都很好啊，越想越觉得，哎呀，自己是事业单位的啊，硕士学历，家庭条件也不差呀，怎么就不能找个门当户对的男朋友？哎呀，于是越想越生气啊，这脾气啊，他也是越来越闹。男友呢，也是觉得自己啊并不优秀，给不了女友啊想要的生活。哎呀，处处也是忍着让着啊。前年的时候，这俩人都28岁，快30了嘛啊，男友就提出来想要跟他结婚，被女友啊这个以家里人不同意，直接给拒绝了。你说分吧哈，这个女友她也不分，说习惯了男友在身边。其实啊，是他背后也去相亲啊，没有遇到条件好的还喜欢的。这说结吧，女友也不结，态度也很一般啊。平常呢也比较作闹一点。就这样，两人就这么一直谈着。去年的时候啊，这个男友啊就开始转运啊，好几个项目同时开始盈利，而且是越赚越多。这最多的时候一年啊都能达几百个。这姑娘一看啊，立马跟男友提出来要领证结婚。哎呀，反转啊，总是有反转的啊。男友却以工作比较忙给拒绝了，把女友给气的呀。而且在年底啊，这个男友跟这个姑娘提了分手，转身就跟一位25岁年轻又漂亮的妹子相亲成功了，谈了恋爱，把这个姑娘给气得够呛啊。哎呀，他就跟我说呀，自己现在已经30岁了，去相亲啊，他遇到的男士条件的是一位不如一位啊，想来想去还是自己男友好啊，他就特别委屈啊，觉得自己啊是在男友最困难的时候陪着他的，还谈了8年呀，青春都没有了，现在条件好了，却把自己给踹了，越想越是不甘心啊，问我有没有机会啊，想要去挽回她男友。拜托你们要搞清楚啊，事情发展到今天，本质问题在哪里？好吧，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有好好爱他吗？你现在不甘心，只是自己沉没成本太大了。谈了8年，你都30岁了，原本看不上的他突然有本事了，还能找到一个比你还年轻漂亮的。当年他提结婚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但凡之前任何一个时刻你想结婚啊，估计他都得屁颠屁颠乐的不行了吧？你还不是一边享受他的好，一边盯着他这只股票呀，是涨还是跌？万一他跌了，估计你比任何人都要庆幸，好在老子没买。现在他涨了，开盘了，后悔了，想分钱了，当初没下注，你怨谁呢？你自个儿还在骑驴找马，中间还不努力，脾气不好，又作又闹，爱情就是愿赌服输，你得面临这样的风险的。你问我挽回啊，我觉得这事儿根本就挽回不了。一段感情啊，其实不怕两人谈了多久，父母多不待见，条件相差有多大，最怕的就是你在感情当中啊消耗他的情绪，又作又闹，而外面正好有人可以满足他的情绪，又温柔又体贴，他有条件了，有本事了，吸引来的又是一些年轻又漂亮又善解人意的，让这个男人突然之间觉得呀，原来这个世界上是有女人愿意给我提供情绪价值而不消耗我的情绪的。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使得你们的感情啊岌岌可危。你现在可以啊用责任绑架他，谈了8年了，你竟然把我给甩了。但是你要清楚的是，就算今天你可以挽回，看在这8年的感情上，好，他跟你谈恋爱又继续下去，他最终出轨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毕竟很现实的一点啊，以前你作的时候他只能忍，现在你作，他心里很清楚，他有条件了，他可以不用再忍你了。人性就是这个样子，你怨不得别人，看准了没压住啊，开盘这事儿你得认。有一男士给我打电话，他相亲气的呀，和我吐槽，老师我都追了他3个月了，就是一副很冷淡，欠他800块钱的样子，我追还是不追啊？我一听这还追个锤子呀！男士跟我吐槽啊，3个月之前啊，家里人给他介绍一个姑娘，她是95年的事业单位工作，3线城市，年薪在8万，
还可以啊。女孩子呢是96年的，在物业工作，年薪大约4万。这姑娘呢是男士他妈妈去交电费的时候认识的。男士就想着，哎呀，我妈能看上的，认识一下也行，这起码省了婆媳关系啊。于是这两个人从夏天大约在5、6月份加了微信，简单的聊了几句之后，就互相没再联系过，也没聊过天啊。这在朋友圈里躺尸4个月。去年11，这姑娘从老家回来了，突然诈尸给他发信息说想见面，说自己被家里人给催婚了，目前只有男士符合家里的要求，想早点见面给定下来。男士这一看头回有姑娘主动约他，很是兴奋发胶定型通通给安排上，然后穿得板板正正的去赴约去了。第一次见面是一个周末的晚上，两个人简单吃了点炒菜，人家姑娘是主动掏钱请客，这行为男士非常上头，好感度拉满头回遇到这个主动付账的一定要珍惜。饭后呢，他就主动约着姑娘去看电影。哎呀，电影院里你想想乌漆麻黑男士就主动拉这个姑娘的手谁知这姑娘直接就给他推开了，说了句我们现在保持一些距离比较好。这男士给受打击了就想着这8成是不喜欢我吧，算了，知道而退吧。结果回去托人问问女方意思，女方又说愿意交往，整个男士就很懵这是啥意思呀？爱答不理还同意交往，那既然人女方说愿意了，咱也别挑了，就主动呗。平常呢，两人都是工作这男士就给这个姑娘点外卖，网上买一些东西送给她。女方呢也是来者不拒，天气不好，男士就主动的车接车送。家里人催着说，哎呀，男人嘛多主动一点。于是他每天就跟这个女方聊天可是人这姑娘要么回复信息不及时，要么就是反正态度很冷淡男士不问他，基本是不带回的。周末呢也能约出来，就是吃饭玩手机，有一句没一句的回答着。相处了1个多月，有一会儿这个男士在车里去牵着姑娘的手，哎呀，人这姑娘就直接非常严厉的说，我们还没到那一步的，不要动手动脚，把男士给整郁闷了。问他，你要是不喜欢我就不打扰你了。谁知人姑娘说喜欢呀，但还不到男女朋友那一步，再等等。这男士性子急那得等多久姑娘直接来一句，你要着急你找别人吧，我不想那么快确认关系。行了，男生想着别把人给整急眼了，赶紧收嘴不说了呀。他就想着自己付出了1个多月了，这钱也花了不少，但这么断了，他确实有点不甘心第2个月开始加大力度安排旅游，安排衣食住行。人这姑娘都同意，想去哪这男士也都带她去，就怕旅游回来出现问题全程忍着这个屁都不敢放。好在终于有了结果上个月这姑娘就说了，觉得男士人不错，过了年可以去他家里让他爸妈给见见。男士就觉得呕出来了非常的开心。但是他就很奇怪一个点，就是这姑娘一直都不怎么搭理他，不论任何时候态度都非常的冷也从来不主动关心他，有事说事，没事也别打扰那种，不让牵手不让拥抱的。但你说这态度不喜欢他吧，人家姑娘还表明喜欢，他就很迷茫上个周就想着那一定缺一个表白仪式非常热情的买的鲜花订的包间装的气球去表白了，被女方当场给拒绝了把这个男生给气的饭都没吃，转身就走，拉黑删除，告诉他妈我不喜欢这姑娘。结果人第2天这姑娘找上门来了说男士脾气太急了，这种人怎么可以在一起呢，太吓人了。然后就变成跟我吐槽听完我是真的哭笑不得，有些道理我就说了上万遍了，相亲是靠价值吸引，不是需要你去追的。需要你追的女人大概率是没有看上你的，而且就算你追上了也很容易被嫌弃。我喜欢你，恰好你也喜欢我，感觉这东西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女人对你若即若离，忽冷忽热，好像有那么点意思，又好像没意思，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去考虑寻找原因。他是不是慢热呀？是不是不熟悉迅速结束进程才是正道。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们原因为什么相亲对象不拒绝不同意，态度一直很冷淡，那是因为你还有可以压榨的价值，但是还没够当男友的程度，或者说他还没有遇到比你还优秀的候选者。为什么热水器忽冷忽热那是因为有人在用